任何人都可以做基因检验，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问题、你的诉求跟医师讲，医师要告诉病人说，这个基因检验完毕后呢，可能会有什么情况，我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情况要往左，什么情况要往右，那么这个检验对你就有帮助，这个钱就值得花。我都会1-2年做一次体检。2018年那时候呢，我就想要知道说我的基因有没有问题，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样的癌症基因嘛，干脆全做就好了。2万2个基因全部做，偷看答案。就看到有一个跟癌症有关系的基因突变了，有基因突变你不见得会发病嘛，那我就等到2019年，时间到了，我去体检，就发现说我肚子里面有一个7公分肿瘤，它一边连着胰脏，一边连着12指肠，但是呢，跟那个基因有关系的呢，没有办法胰脏癌。每个人都很紧张，我老婆也紧张，我说不要紧张，不是胰脏癌。你很笃定就对了。我告诉你，偷看答案的好处就在这里，不然你干嘛花钱？偷看答案有好处啊，偷看答案就可以跑满分嘛。欢迎您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钱子。大家都知道哦，这个癌症跟遗传有相当的关联性。那如果用基因检测，能不能够精准的预防癌症呢？我们今天就为您请到了精准医学方面的权威曾清源院长，请院长来为我们解答这一切。院长好。你好，大家好。院长，我们知道您很早的时候就到美国去取得相关的医学博士的成就，为什么您会投身在精准医学？还有什么是精准医学？我先讲一下什么叫精准医学哈。好，这个名词是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月的时候提出说，我们现在倡议要把精准医学带入这个临床实用。好。那精准医学是什么意思？精准医学指的就是个人化的医学。那这个名词呢，很早以前就有嘛，但是呢，以前是一个理想，这个做不到的，因为以前在没有基因资讯的时候呢，人和人之间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嘛，有抽烟没有抽烟，你胖你瘦，这些参数是不够的啊。但是呢，这个利用基因科技的关系。我们可以把2个人差异性可以找出来，有差异性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要怎么治疗，那个人要怎么预防。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利用 DNA 的科技来达到个人化的医疗。这叫做精准医学。是，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讲，它是一个比较贵族化？因为很多民众有这样的误解，说那量身定做，它因为它贵啊，一定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它是一个高端的医学嘛？任何新的科技进来的时候呢，用的人会比较少，当然单价会比较高，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它就会普及化，价钱就会便宜。像譬如说我们现在讲电脑断层摄影，很便宜嘛，你肚子痛，急诊就做个电脑断层，对不对？要知道当年我还在学生的时候，电脑断层摄影，人家认为那是非常昂贵的，那是贵族用的东西啊。DNA 的科技用在医学，现在少数人用的，当然比较昂贵，那。越普及的就越便宜。我们现在讲的，举个例子，健保现在有给付癌症基因检验，一个癌症病人找标靶药物的时候呢，他要做基因检验，这个健保给付啦，当然就比较便宜啦，但是也还没有到免费的地步啦。是精准医学的前提就是你要先做基因检测，那哪一些人需要做基因检测呢？任何人都可以做基因检验，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3大块，那其中有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讲的显性遗传的隐性遗传疾病，像譬如说地中海型贫血啦、镰刀型贫血等等这些突变呢，可以发生在非癌症的，也可以出现是癌症的，像安吉丽娜·裘伊，那个是乳癌，对不对？对，好，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它是属于大数据的，就是说风险评估。它不是治疗，它是用来预防的。比如这群人是胖子，这群人是瘦子，这群人是血压高的，这是血压低的，这糖尿病的，这非糖尿病的，2个不同的族群，全身的 DNA 序列，不管什么基因，不管，看看有哪一点不一样，跟这个外貌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就是可以当做一个指标，它没有因果关系啦，但是呢，如影相随嘛。你看到影子，大概就是那个知道它会来的嘛。这叫风险评估，这是一种。是这个不是用来治疗，这是用来在预防医学。这2种都是跟遗传有关系的。第3种呢，跟你父母没有关系，是跟你的环境或者运气有关系的。就是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呢，身上的基因是完美的，没有突变的，但是因为环境的因素让我这基因突变，所以产生癌症。那这个基因突变呢，就跟父母没有关系，是跟你当下有关系。这是一种。那因此呢，基因检验我们可以分成这3种。很重要就是说，你在做基因检验之前呢，你要把你的问题、你的诉求跟医师讲，医师听了以后呢，跟你讲说你是属于这3种的哪一种，或者是说跟这个都没关系。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几年前了我在国泰医院我有开一个特别门诊关于基因方面的。
2013年那时候，因为安吉丽娜球衣关系嘛，所以很多妇女想说，哎呀，我也会怕得乳癌嘛，就来挂我的号。一进来就跟我讲说，他要做这个安吉丽娜这个基因检验。我就问了一下，有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问了半天，我觉得说，这个基因检验跟你没有关系，这个钱不要花。请他回去，拿回去。还有另外一个，他讲完以后说，哦，你确实是应该做这个基因检验，好，可以帮你做。但是做完以后呢，你有几个情况，阴性没事嘛，很好。如果阳性呢？好像安吉丽娜，她当初做出来是阳性，但是她身上还没有乳癌啊，表示什么意思？她终其一生，她有87%的机会得到乳癌。那你要怎么办？前置嘛，对不对？好，你如果是这样子来做这个乳癌基因检验，我说你有3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像安吉丽娜一样，把那个正常的乳腺摘除掉，没有乳腺就没有乳癌，对不对？对。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吃荷尔蒙的药物，就是说预防性的投药，那这样这个吃多久？当然吃一辈子嘛，就是不要让这个正常的乳腺细胞变成乳癌嘛。然后第3个，你就是观察追踪，那请问你会选择哪一种？这个回去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对不对？因为把乳腺拿掉。这个东西就感觉姿势体大，对，一辈子都要吃荷尔蒙，可能也要想一想。对，那第3个就是追踪。那你如果要追踪的话，那你就不用做啊，你可以不用做啊，你不用做就可以追踪了。可是做了之后会提醒自己更加紧密集的追踪。你没有做基因检验，你也可以密集追踪啊。所以说这东西就是检验前的咨询，是让你了解，对，了解以后才做，那么得到的答案才是你要的答案，而不是说你来基因咨询就劝你做，是为了赚钱，这是不对的。那医师，我想反问您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如果说是阳性的，你会怎么样建议你的病患呢？你会怎么建议我？我会建议把乳腺摘除。你会建议把乳腺摘除是的。可它外观上是完全不会没受影响。现在的美容业很发达，这个你把那个乳腺摘除以后，搞不好还换个更大的。安尼没败啦，这样不错所以你会做这样的建议？对，我会做这个建议。在台湾像这样子的例子多吗？其实安吉丽娜那个事件是2013年，对。但是乳癌基因的发现呢，其实是上个世纪末已经发现了。那时候因为美国新闻炒很大，台湾的所谓的乳癌界的大佬就说：“哎呀，这个做的没有意义啊，你做的还切除了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啦，什么事情，不敢毁伤。”安吉丽娜，他后面的医药团队都是世界一流的，是会建议他把他乳腺摘除，绝对不是没道理的。是，所以大的观念其实有跟上吗？有 update 吗？没有跟上。我再举个例子，跟基因检验没有关系但是因为高科技发展我们都知道，现在政府也在推低剂量电脑断层摄影嘛是肺部啦这些，就有碰到这情况。做完以后呢，看到只有0.3公分白点点，对不对？那个报告呢是要追踪嘛，因为不晓得是不是结疤的组织嘛，良性的，还是癌症，不晓得怎么办？你就等嘛。什么意思？会杀人放火的就坏人，不会杀人放火的就好人，就这样子嘛。用时间证明一切嘛，对不对？看他会不会变大，是不是？目前是这样做。好，但是呢，一个人他在做这个检验之前，你有没有告诉他说，你的结果有2种如果阳性的话，你会要开刀把它拿出来，还是要等？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等。请问你能接受吗？这是在赌嘛，对不对？不是，是在告诉你为什么？我为什么？因为有不少人做完以后呢，他等不住，于是他就开始失眠了，心理造成压力。他老婆也跟着失眠了，然后呢，老婆跟他讲说：“算了，你不要等，你还是开刀了，不然我们现在每年没办法睡觉。”开刀，看完刀以后呢，出来良性的，然后痛得要死。他说：“曾医师啊，我早知道就不要做这个事情了。你看，没事找事做。低剂量电脑断层摄影不是不好，只是说你在做之前的时候呢，你要跟做的人解释说你可能有这个情况，到时候呢，你会做这个抉择，因为报告是建议你等嘛，所以你要等。你能等吗？你说不用等，我就开刀就好了。钱不是问题，100%安全，那 OK 啊，做出来你就开刀嘛。那看完刀搞不好是良性嘛，你能接受吗？可以接受，好 ，OK， 我们帮你安排去做检验。如果不行，那你就不要做，因为一般民众不知道嘛，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嘛。是，所以医师要告诉病人说，你做这个基因检验完毕后呢，有可能会有什么情况。这情况呢，我一定会告诉你要采取什么动作嘛。是，没有 action plan 的这种检验呢，就不要提供。
那干脆不要做，那不要做嘛。做完以后你不能干嘛？那你做。了解。但是你做的时候呢，那个下个动作一定有往左或往右嘛。我先告诉你，什么情况要往左，什么情况要往右。往右 OK 我可以接受，往左我可以接受。那么这个检验对你就有帮助。这个钱就值得花。因为你花了钱以后呢，你偷看答案嘛，我知道我要往右走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做检验，你没有偷看答案的时候，你就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哎呀，我早知道。但是难买早知道，所以这个精准医学跟这个预防医学就是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在这里，它很难普遍，是不是因为就是这样？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在事先有这样子一个充足的沟通跟教育或者是知识，所以以至于做完了之后，他反而会陷入一个惶恐，跟不知道要向右或向左。所以事前的沟通非常重要。事前沟通重要，事后的那个咨询也非常重要，也很重要。因为像我们做基因检验好了，请问你要做几个基因检验？我们最大规模的是做22000个基因嘛，对不对？对。好，你做出来以后呢，可能是有100个基因是有风险的。那100个基因风险，那你要知道你要采取什么动作，你要有一个这 action plan 嘛，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基因检验呢，我出的报告是一本书，很厚的。对，就是你个人的 ，OK， 你个人的，所以每一页都写你名字嘛，是你个人的。对我现在我高血压，或者是我会有倾向，会有偏头痛，高风险，那怎么办？打开来看，建议1、2、3、4，你就照着做。OK， 所以我们国内现在事前还有事后这么专业的咨询跟后头的这些建议的医师或者是医疗相关的支援系统，是不是还不够？对，不够的原因在哪里？第一，因为我们给的这些建议呢，都是医疗建议。假设建议说你就早起早睡，少油少盐那这种建议就没用处嘛，对不对？那因此提供医疗建议的人一定要医生嘛，对，对不对？一定要医师，要有执照的医师嘛，对不对？是。那请问这些有执照的医师，这辈子的医疗训练里面，什么时候学到这一块？没有吗？没有，对不对？看起来是没有。起码精准医学是2015才出来嘛，对不对？没错。所以说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为什么这个精准医学或者预防医学这一块推广起来其实是有难度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新，然后还有呢，在中间它需要很专业的人员在旁边评估跟协助以及解释，对不对？好，那医师，我现在很快的来请教您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会觉得奇怪我体检都没有红字可是最后被宣判得了癌症，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对一个健康或亚健康人而言，就是说他不知道身上有没有癌症，他想要去医院筛检。现在用的方法呢是2个方法一个是影像学。切，看有没有切到一颗肿瘤，还有一个就是抽血，看看有没有所谓的肿瘤指数。那肿瘤指数呢，其实代表是一个癌细胞它分泌的蛋白质。所以我们讲说，理想情况之下，正常细胞它不会分泌，那癌细胞会分泌。那因此呢，我们如果测到那个蛋白质，就刚刚讲红字嘛，对不对？那么代表说身上可能有这个癌细胞嘛。你刚刚问说，可是我没有红字对体检都是 OK 正常啊。好，癌细胞会分泌那个蛋白质，不是每一个癌症都会分泌嘛？他不是好学生他不会按照教科书走嘛。他如果分泌就被你测到，他不分泌你就测不到嘛。对，这叫做伪阴性嘛。伪阴性，对不对？你说没有阴性的 OK 安很好，可是呢半年以后呢已经转移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你的癌症不会分泌那个蛋白质嘛，所以测不到。相反的，正常细胞在某些情况之下，譬如发炎它也会分泌那个蛋白质。那因此呢，抽血的时候去验到蛋白质的，说有红字，对。可是你身上没有癌细胞，是，这叫做伪阳性。有伪阳性，有伪阴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医院里面所谓高阶健检也好，什么健检，它好验这个癌指数，其实都充满着伪阳性跟伪阴性。这个其实对于健检的医师造成很大困扰，这是一个。另外那个影像学的就是一定要切到嘛。对你切到那个肿瘤才算数嘛，对不对？可是等你切到的时候呢，它里面的癌细胞相当多的嘛。比如说1公分的肿瘤，我们就要早期，对不对？1公分里面已经有10亿个癌细胞了嘛，已经有10亿个癌细胞。所以说我们就这个，你说更小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切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更早就去预防它。对，你刚刚讲说，没有红字，为什么后来出现癌症？就是伪阴性。是影像学里面没有切到伪阴性？了解。所以应该说，癌症它非常狡猾，我们要抓到它真的很困难。那我们知道，曾院长你曾经
就是发现得到胰脏癌，可是你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做体检是 OK， 我都会1、2年做一次体检，没问题。然后到2018年那时候呢，我就想要知道说我的基因有没有问题，像安吉丽娜这样子嘛，对不对？对。但是呢，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样的癌症基因嘛，干脆全做就好了。2万2个基因全部做偷看答案就看到有一个跟癌症有关系的基因突变了文献上一查的话，我有5个肿瘤会有那个基因突变，那我就放在心上。反正接着我就是等嘛，等到2019年年中的时候我去体检嘛因为有基因突变，你不见得会发病嘛，对不对？像安吉丽娜，她终其一生也不会87%嘛，对不对？对。所以我有可能我会赌赢嘛有基因突变，但是没有发病。是那我就等到2019年，时间到了，我去体检。体检那时候呢，就发现说我肚子里面有一个7公分肿瘤，它一边连着胰脏，一边连着十二指肠所以报告出来认为是胰脏癌嘛，没有人会认为十二指肠癌嘛。但是呢，我刚刚讲说那5个肿瘤跟那个基因有关系的呢，没有曝光胰脏癌。怎么会？所以我知道说我得的不是胰脏癌。真的我知道不是胰脏癌。我们讲的胰脏癌癌王是胰脏的腺癌。对。但我知道不是腺癌，所以说每个人都很紧张。我老婆也紧张，我说不要紧张，不是胰脏癌。你很笃定就对了。我告诉你，偷看答案的好处就在这里嘛，不然你干嘛花钱？偷看答案有好处啊，偷看答案就可以跑满分嘛。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讲说不要紧张我们有这个行程要去巴塞罗那欧洲旅游，继续进行。你还继续进行？真的很厉害所以我是等到10月份我再开刀。不急的，不是胰脏癌，不用这么急。你好笃定哦。我如果偷看答案，知道说这一期乐透几号，你更笃定，我就知道要买什么嘛，对不对？就笃定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是开刀把它拿出来。那我们要怎么定义这个癌啊？就是胰脏附近的癌。那是神经内分泌瘤，是种恶性肿瘤。神经内分泌瘤。对，很多人经常名称都乱用了。OK。譬如说贾伯斯，每个人都说贾伯斯胰脏癌。不是胰脏癌。那个时候呢，每个报纸都登说胰脏癌，只有一个报纸《联合报》登的是正确的，因为他前一天来采访你，他问我说他得胰脏癌，我说贾伯斯不是胰脏癌，他是神经内分泌瘤。因为我事前我知道，我在美国开会嘛，我知道贾伯斯什么肿瘤我知道嘛，所以我们都弄错了，都弄错了。OK，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了，现在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大家看到赚到，而且非常宝贵。曾医师告诉我们，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偷看答案，你到底要不要看？看了之后你要怎么做后面的处理，这才是重点。像是曾医师，因为他是专业人士、权威人士，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处理。然后也不紧张，可是你有把握吗？你看了答案之后，你会不会不紧张？你会不会失眠？你会不会得了焦虑症？这个是大家都要评估的。不过最后我想要再请教医师假设啦这位朋友他家族里面有非常多人罹癌，你建议他去做基因检测吗？或者是要怎么追踪，可以打破这个家族罹癌的魔咒吗？好。基本上我讲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因为家族很多嘛，所以说你要怀疑是不是家族遗传性的，那么你50岁之前呢做的检验呢，就做我刚刚讲的前面3种里面的第一种，就是说有没有说显性遗传、隐性遗传，像安吉丽娜·91这样子的，这种遗传性的癌症占所有癌症的10%。但是呢，你如果是50岁以后的话，你倒是要想说，你比较可能出现的是来自于非遗传性的，比如说环境的因素。或来自于你运气不好那个基因突变呢，跟你父母没关系，是你后天得到的。那这种基因检验呢，是属于第3种那因此呢，来的时候也先咨询一下然后告诉你是哪一种。这样子。年纪是一个很大的分界，50岁以前或50岁以后，然后做哪一种基因的检测。其实有预防就不怕就是后续你可能要面对的，也许上天给你的礼物，或者是上天要你处理的一些功课跟课题那最后还要再问您之前有曾经讲过，胰岛素会养癌细胞，所以你提倡断食抗癌，到底要怎么做？那个我们还是一样这个要文绉绉一点那个用词要正确，胰岛素不是养。胰岛素是刺激癌细胞生长。胰岛素刺激癌细胞生长。OK。胰岛素是荷尔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说它就是那荷尔蒙是控制血糖的，没有错啦，它是控制血糖的，
但是呢，它同时对于癌细胞而言，它是个生长激素，它会刺激癌细胞生长。是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减少我们身体分泌胰岛素。那我们身体哪时候分泌胰岛素？你只要吃有热量的东西啊，食物、饮料都一样，它就会刺激，它就会刺激胰岛素就会分泌，分泌。对不对？咖啡也一样吗？黑咖啡不会，里面有没有放糖，那就会了。哦，或放奶也会。看量，因为牛奶量不多的话是 OK 的，但是牛奶里面有乳糖嘛，就会刺激它分泌胰岛素。对，你想想看，我们每天如果吃3餐，那么就胰岛素分泌3次，是，然后睡觉再3次，基本上你就是一天24小时泡在胰岛素里面嘛。没错。所以那个癌细胞就24小时不停的增长，对不对？我如果把这3餐挤成2餐或挤成1餐，然后呢，你的最后一口饭跟下一次的第一口饭时间很长的话，所以中间就没有胰岛素分泌嘛。所以说你的癌细胞只有在那一段时间被刺激，其他时间没有刺激它嘛。这就是说断食这概念，其实是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事情的哈。想想看，说佛教会讲说，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对不对？对。那道教讲什么服气辟谷，辟谷它也是断食嘛，对不对？那个回教也有斋戒业嘛，对不对？是。那些宗教上千年的都叫你断食，有道理，是有道理的啦。但是呢，现在很多的那些医院，很多人叫你说少量多餐啊，那是不对的。所以，医师是不是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你要保持健康，尽量把你的进食的时间集中，像是168，这是有道理的。对，168就是你在8小时之内把3餐吃完。3餐吃不了，吃2餐，吃1餐都可以。OK， 没有叫你减少食物。然后我这样断食，这样吃1餐，让我会不会营养不良？没有叫你少吃啊。东西集中在饮食嘛，就譬如说204好了，就4个小时集中把吃的这个热量吸收完毕。对，然后其他时间尽量不要吃。对，像我的话，我是每天吃1餐。你只吃1餐？我1餐不会超过4小时嘛。OK， 所以我是204。那你吃哪一餐？中餐？我没有吃晚餐。你只吃晚餐？其实哪一餐都可以。人家有人很讲说跟他看时间，不用看时间。这个不是算命不用看时间。你为什么？你知道胰岛素没有分泌时间够长就好。那你要选哪一餐？基本上就是说，哪一餐可以让你吃做的，可以让你做一辈子啊？你比较习惯，你习惯做。像因为说我的交际应酬都是晚餐，我若不吃晚餐，我就很难持久嘛，对不对？你要说，哎呀，这曾院长你不给面子啊，不合群啊，我就吃了，那我就破功了嘛。是，所以我至少吃晚餐。所以，医师，你从早上到现在，我们录影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你都没有吃东西，没有吃东西，然后有喝黑咖啡，对不对？我是喝防弹咖啡。防弹咖啡。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喝一杯黑咖啡，又把它变成防弹咖啡了。防弹咖啡就是你要加一种油，那个油里面呢主要是有2个成分，一个是中链脂肪，一个是长链脂肪。中链脂肪呢，是让我早上提供热量，所以我早上工作不会觉得说，哎呀受不了，不会。长链脂肪到了下午给你能量，所以我下午的时候不会说奄奄一息，对不对？像我今天，你看我精神很好啊，所以说每天早上1杯咖啡就够了。OK， 我就可以一直到晚上吃1餐。是，今天非常谢谢曾院长来到这里帮我们分享他的养生，还有你要怎么样来这个做基因检测对你最有利，以及预防你潜在的疾病或是癌症到底应该怎么做？那非常谢谢曾院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下个礼拜5同一时间，请你锁定我们的节目，曾医师还有更多的分享，不要错过喽！拜拜，谢谢，拜拜。